把她当女儿，当女儿把人家当出个孩子来啊！你可以撒谎，对，但是撒谎得撒的有点道理。你真正的把她当孩子看，对，你就应该真的关心她，而不能有肉体上的接触，这是明摆着的。你现在人家已经义无反顾，我们不管这姑娘糊涂也好，不糊涂也好，人家义无反顾的爱你，哪怕你明天就死了，我今天就乐意嫁给你，你为什么不接受？视频中这个两鬓斑白的老人名叫吕霞，那么他到底做了什么，竟导致嘉宾老师如此愤怒地斥责他呢？我对他的爱，只是现在来讲，我知道是一种好像是父爱那种，真正上夫妻之间的那种爱，我感觉找不到。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在他身上找不到了男女之爱？一直是这样。一直是这样，对，我一直拿他当孩子。年近50的老吕和女友小崔是一对忘年恋，两人之间有着24岁的年龄差。对于小崔来说，男友带给她的感觉是如父如兄的依恋，所以这使得情窦初开的小崔很快坠入爱河中。而男友也曾深情地向她承诺过婚姻的期许，可就在小崔为对方顺利产下一子后，却发现男友带着她的儿子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伤心欲绝之下，小崔只好求助到节目组，希望男友老吕可以给自己一个说法。可老吕刚一上台就装模作样的故作深情。我今天来到这个节目的主要是为他想，而且带他出来吧，认识认识大家，多认识下电视的观众。我的心愿呢，就一句话，想给他找一个合理的归宿，很好的归宿吧。老吕的话音刚落，全场人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他竟然说今天此行的目的是为了给女友找一个好归宿，就连主持人都忍不住表示自己是否听错了。我听错了哈？没有听错。您是来带他到这儿来找归宿的？对。电视征婚？对，也可以这么说吧。老吕的说法不禁让人感到一头雾水，面前站着的女人明明是他的女朋友，为什么他要带着女友另择良婿呢？难道是他不想承担起应尽的责任吗？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走，因为在我走之前，我能看到他和孩子幸幸福福的生活，我自己也心满意足了。因为我的身体吧相当不好，医生劝我几次做那个心脏搭桥手术，而且我也没做。老吕的一番肺腑之言不免让人为之动容。如果有人不知道他曾经的所作所为，那一定会被这个深情的老男人所感动，还要直呼人间有真情，世上有真爱。到底是多么深入骨髓的爱情，才能让一位老者忍受着内心的煎熬，放手让深爱的女友去找寻他更好的幸福？可是明白人都知道老吕曾犯下多么非人的罪过，接着主持人便毫不留情地揭露了他的伪装。这是一个古时而知天命，知天命的男人说出的一段话，请大家记住，他对面的这个人是他现在的恋人，是一个大他女儿3天的一个女人，是他第2个孩子，是他儿子的母亲，而他的目的是说帮他来征婚。其实老吕曾经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，前妻曾经给他生下了一个女儿，而对面的女友小崔只比亲生女儿大了3天。重男轻女的老吕一直想要一个自己的儿子，难道说老吕千方百计地哄骗女友怀孕，就是为了让她给自己生下一个儿子吗？又或者说老吕是想给女友找一个男人，好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把儿子据为己有？那么面对眼前把自己伤到体无完肤的男人，小崔又抱有怎样的想法呢？崔女士，你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？希望我们能把孩子接出来，然后我们一家3口好好的生活。你希望一家3口好好的生活。真不知道老吕给小崔下了什么迷魂药，竟能让一个年轻小姑娘对一个糟老头子如此痴迷。即便是老吕佛面蛇心的假意要夺走儿子，小崔仍坦言想和他一起好好过日子。那么年龄差距如此悬殊的两人当初又是怎么认识的呢？你是怎么认识吕老师？一直在河北怀来拍那个血色红花的时候，我去拍那个群众，然后他们现场有好多脸嘛，然后我又不太懂那个，所以就是很危险。那次他救了我，所以我心里特别感激他。剧组拍戏吧是战争片，买的到处都炸点，因为我是做厨师的，我要给剧组做饭，就是正好就是炸点就在我旁边，他呢就是往前走，那时候导演已经说开机开始拍，这一开始拍炸点就在响，
我当时看一个小姑娘从我身边过去了，我一把就把她摁到地下了，正好炸点在一声就巨响的响起来了。也就是说，你要不按住她的话，她可能那1秒钟之间，那不知是什么样，后果就不堪设想了。老李坦言，当看到一个小姑娘误入炸点时，他的第一反应就是马上把她扑倒，因为如果不赶紧制止她的话，一个鲜活的生命可能就要因此陨落了。而舍身相救的老李在小崔的心里就像一个从天而降的大英雄，拼尽全力去保护她的性命。也正是因为这次相救，小崔打心眼里感激男友。可当主持人提出小崔就是因为救命之恩才对老吕用情至深，并且为他托付终身时，小崔却出人意料地摇着头否认了。不是，那是为什么？只是通过这个事情，我觉得这个人是一个好人，所以我就想跟他交个朋友。那时候我们就互相留着电话，后来我们就经常联系吧。怎么联系的？有孩子了呢都？因为他呢，就是从吉林打工到北京来，住宿不稳定，经常到我这来。每次来的时候，他有时候帮助我洗洗衣服，这样我们俩就是在一起吧，就是越来越在一起，就感情是越处越深，越处越深。在老李眼中，自己和女友小崔是属于惊心动魄的相遇和与日俱增的爱情，可在明眼人看来，老李这就是在为老不尊，刻意欺骗无知女孩，居然还大言不惭地声称两人是日久生情。不得不说，老李还真是毫无半点羞耻之心，甚至主持人都听不下去，质问起了老李。如果说一开始咱是糊涂有激情的话，对，这也没什么，对吧？对，这不也有孩子了吗？有孩子，按说您考虑问题应该很周详，他不就比你女儿小3天吗？那您这个就应该该怎么着就怎么着了，这出来了您就跟他结婚不就完了？又怎么又不结？现在又说什么身体不好，让他来这儿征婚什么的，这个我觉得好像有点胡闹吧。主持人的话说得很有道理。一般来说，到了老吕这个年过半百的岁数，很多人都已经有了家庭，成了爷爷奶奶，考虑问题自然也是十分的细致周密。如果说老吕和小崔当初真的是情深难以自持的话，其实也不能说有很大的过错，但错就错在老吕既然不愿意给女友一个名分，又为什么要让她怀上孩子呢？更过分的是，孩子出生后还不想承担责任，借故称身体不好，故意推脱不和他结婚，甚至现在还跑到节目现场大放厥词，恬不知耻地说要替女友在电视上征婚。可老吕却丝毫不认为自己有任何不对，还厚着脸皮声称自己是在为女友着想。这一点不是胡闹，因为好多事情我都是为他着想。本身呢，就是像我现在的身体状况，他带着孩子，既连累了他，又连累了孩子。我想呢，就是让他就是通过这次这个节目吧。老李的话看似十分有理，却经不起仔细推敲。既然他明知自己的身体状况不是非常好，为什么不和女友做好措施，非要搞出一个孩子来呢？现在又故作深情地在节目上替女友征婚，很难让人不去怀疑他是想借机甩掉女友，好把千辛万苦才得来的儿子据为己有。看到这里，一旁嘉宾席上的万老师坐不住了。我插一句啊，您急了是吧？你说。我说吕先生，我跟你说白了吧，你现在就想甩开这个女孩，你还有什么话好讲？你就想甩开她。你错了。你现在说，哎呀，我又心脏病啊，我又高血压，活不了几天了，吓唬这女孩，正好碰见她这个糊涂蛋。您能说你谨慎了吗？您这个岁数不谨慎，说得过去吗？但是我们俩的感情是真诚的，感情真诚的把人领来这相亲啊。您现在说白了，你说你听我跟你讲，您就想甩掉他。不愧是见识过场面的嘉宾老师，一下子就点明了伪君子老吕的真实目的。他就是在利用女友小崔的年轻体健，通过哄骗她的感情，以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。而如今女友已经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，老吕便想方设法的设计要甩掉她，真是让人感到百思不得其解。小崔到底为什么会对这个油嘴滑舌的老男人如此死心塌地？就有一句话，他就是对我好，我就是看中他这个了啊，就是对我好。是不是你从他身上感觉到了那种关爱？是。家里没有吗？你跟你父亲关系怎么样？我跟父亲关系不是特别好。啊？不是特别好。以前跟他好之前谈过恋爱吗？没有。通过小崔的话，我们得知了事情的真相。原来小崔和父亲的关系从小就不是很好，他也从来就没有得到过多少父爱，再加上他几乎没有任何的恋爱经验，所以当初刚遇到一个能给他如同父亲一般关爱的人之后，小崔便立刻无可救药地爱上了他。恰巧老李纵横情场多年，城府颇深，轻而易举便能让眼前涉世未深的小女生对自己言听计从。可即便是老吕已经多次表示不再想和小崔在一起了，
小崔依旧执迷不悟，甚至当场就做出了真诚的表白。但是我想跟他说的就是，我想尽我的最大的能力去照顾你呢。我没有想过，因为你有病我就那个什么。就是你会跟他不离不弃是吧？即使有一天他离开我了，我也会跟着那个小孩一块过下去。也就是说，他先把你娶了，先变成一个家再说，是吧？你需要这个名分是吗？不得不佩服，小崔真是傻到已经不知道如何来形容了，竟然天真的相信老吕那个老男人的鬼话，认定了他就是因为害怕病重会拖累自己和儿子，才会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做出电视征婚这样的事。看到小崔还沉浸在自己的幻想中不肯接受事实，让主持人不禁感到好奇起来。想必老吕的年龄和小崔的父亲差不多大，那么面对一个这么尴尬的女婿，难道小崔的父母就没有说什么吗？直到我生这个孩子的时候他们才知道的。家里面人什么意见和态度呢？开始的时候也不同意，但是他们也拗不过我，现在没办法，就随着我去了。等于您的家人也同意了。这个没障碍了，他那么爱你，又想跟你一辈子，有什么障碍呢？对于主持人的问题，小崔坦言，刚开始家里人并不知道自己爱上了老吕，但当他们俩生米煮成熟饭之后，父母就算在反对也不能说什么了。既然他们的爱情已经没有了任何的顾虑，如今老吕究竟是否愿意给深爱他的女孩一个保证呢？那我不想拖累他。那您告诉我说，跟他开始的时候，您觉得是一个美丽的开始，还是个错误的开始？怎么说呢？只是说走错了一步，步步错。我对他的爱，只是现在来讲，我知道是一种好像是父爱那种，真正上夫妻之间的那种爱，在我感觉找不到。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在他身上找不到了男女之爱？一直是这样。一直是这样。对，我一直拿他当孩子。好家伙，眼见身患重病的理由已经不能唬住女友了，老吕就开始寻找其他的借口来逃避婚姻，声称他和女友从一开始便是错的，而且自己一直是把小崔当女儿来看的。老吕的一番说辞实在是惊呆众人，难道他说出这样的话就不感觉害臊吗？把年轻女孩当女儿看，居然当出孩子来了。而就在此时，一向脾气火爆的万老师终于听不下去了。别说了，我们听不下去了，这有啥意思呢？我一直把她当女儿，把人家当出个孩子来啊！你可以撒谎，但是撒谎得撒的有点道理，你这一点道理都没有。我们俩，你真正的把他当孩子看，对，你就应该真的关心他，而不能有肉体上的接触，这是明摆着的。你现在人家已经义无反顾，我们不管这姑娘糊涂也好，不糊涂也好，人家义无反顾的爱你，哪怕你明天就死了，我今天就乐意嫁给你，你为什么不接受？万老师的一番话引得全场拍手叫好，他不留任何情面地戳破了老吕的谎言。既然他一直说把小崔当成女儿看，那天下哪有让女儿为自己生儿子的道理呢？这不过都是他不愿意承担责任而找的借口罢了。但即便万老师已经把话说得这么难听了，老吕却还在理直气壮地为自己辩解。你要骂的话，你要痛痛快快的骂。我也想有时候骂了，我现在我知道，我这不是该骂的问题，我现在就是想起来我就掉眼泪，因为我恨我自己，恨我自己的身体不好，我也想让他母女俩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。真是不能不佩服这个老家伙的演技，先承认自己的错误，再一腔深情地表达自己的悔恨。可是他的表演在万老师眼里却是拙劣的。那你给他结了婚，不是名分就很好了吗？你死了以后，你可以立之前你立遗嘱给他，我所有的财产都留给他，万老师好吗？不结婚，我把我所有的财产也是给他。不对，你还有家人吗？没有。你怎么没有家人呢？我离婚了。你离婚了，你不是还有女儿吗？我女儿已经。你女儿有合法的继承你的遗产的权利啊。我女儿不要我了。你怎么知道？你怎么知道你女儿不要？知道这事以后，彻底给我反目。给你反目不等于不来争你的遗产。您是真糊涂还是傻？就算您现在跟他结婚了，对了，你说你哪天迟早要走，对，那个走，跟现在没有任何名分，您的走不一样。正如万老师所说，如果老吕现在不给女友一个名分的话，那当他真正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小崔母子俩的生活将会没有任何保障，而他还在信誓旦旦地成为小崔着想，真不知道他究竟是不了解这个道理，还是在揣着明白装糊涂。事情发展到这里，一旁的周老师也按捺不住了，只是真的无言以对，因为一上来那个燕局就称你叫吕老师，我在想，如果真的作为一个老师的话，坐怀不乱这是老师的本分，但是您并没有这样做，您做的是一个坐怀有乱的事，但是您坐怀有乱过后，您可以当真小人或者假小人，
真小人就是我玩了他 ，OK， 我跟他说不好意思，我不想玩你了，我要拜拜了，你就说。可现在你既然又想把人家甩了，你又想要当一个君子，这就是一个推卸责任的做法。周老师的话说的句句在理，老吕既然做了这么不堪的事情，就应该大胆的承认。可是他现在既想保存自己的名声，又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，这样的他只是一个想推卸责任的伪君子。而就在听到了周老师的话之后，主持人也表达了自己的意见。按你们的说法，叫如此狼狈不堪的一个人，对吧？又什么坐怀有乱了，又是不负责任了。那我们为什么要让这个姑娘还往火坑里跳呢？小崔其实喜欢的就是一个恋父情节嘛。我说他恋父可以，但是恋完父以后，你的倔强导致的你和孩子未来的生活，你并没有做考虑。所以我想万老师可能急的也是这个，就真的如果你是一个成年人，你应该担负起成年人的责任来。如果你真的说我之前就倔强的想要生下这个孩子，那你为你孩子未来做一个考虑，你是否有考虑？你的考虑是一定要吊在这棵树上。觉得小崔你应该想的是，你到底要什么样的生活？周老师的话也给了小崔新的启发，他看着男友百般推卸责任的样子，再想象一下自己和儿子将来的生活，小崔仿佛若有所思。那么在听完各位老师的话之后，小崔究竟会不会放弃这段荒唐的感情呢？故事的最后，小崔终于放下了心中的执念，径直离开了节目现场。回望这段故事，不免让人感到唏嘘不已。好在小崔在最后关头终于迷途知返，而前方一定也有更美好的生活在等待着他。希望他可以早日走出这段失败的恋情，也祝愿他在未来的日子里越来越好。故事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。屏幕前的您对这段忘年恋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积极留言讨论。